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江慈，你还会选择我吗？哇哦，江慈好帅，我好爱！他俩传了这么多年绯闻，现在获奖了，会不会趁机公布恋情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新晋影帝江慈和他的电影女主角杨芊芊，欢迎两位。观众很热情啊，所以我们临时增设了一个环节，需要两位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打电话，分享获奖喜悦。这主持人也太会搞事情了吧！我磕的千慈 CP 终于要在荧幕上公开了，感觉江慈不高兴呀。该不会直接就当场公布吧？好期待！喂，我获奖了，现在名利我全都有，你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什么意思啊？高龄之花居然被人甩过，以为等来了影帝的告白现场，没想到是追夫火葬场。所以我磕的 CP 是假的。你们就是外国钱了。这女人真拜金，什么人啊这是，真恶心。12床时光该输液了。漂亮姐姐，漂亮姐姐，今天我化疗都没有哭，你怎么哭了？给你看看我的偶像江慈哥哥吧。人生是旅途，有人走，有人留，最重要的是陪在你身边的人。确实，为不值得的人，不应该留有遗憾。有点疼。那个，你该缴费了，第3期的化疗。支付宝到账10万元。无论再久还是牢记，无论再远还是关心，凡是爱过就都牢记在记忆。思念去反省，爱凝结成泪的轨迹。你这么好的条件，本应该出道即巅峰，却为了那个什么时光，推掉了所有的饭局和炒作，就连拍戏也拒绝了亲密的镜头。现在被经纪公司雪藏，你说你傻不傻啊？我心甘情愿。那巨额违约金怎么办呢？江慈，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忙。这点钱对于我家来说不算什么。不用你帮我，我自己能解决。如果他真的这么爱你的话，怎么可能让你这么为难啊？是啊，我怎么会忍心？江慈，时光他背着你跟别的男人好了。我没说错吧？他真的背着你找了富二代啊！闭嘴！走，怎么回事？江慈，这种苦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我们分手吧。你说什么？你是龙吗？他说让你滚，听不见吗？嗯？
把手放开！放手！放手！江慈，你能不能给自己留点体面，行不行？我体面点。我的过去又算什么？无人醒来。我已经跟他分手了，我希望你说到做到，拉他一把。我算你还有点良心啊！这个是100万的分手费，你以后永远不要出现在他面前。不要了，我只想让你帮他实现梦想。你就收下吧。要真想让那个姜慈彻底忘记你，就把拜金女这个身份做实。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屈辱才是最大的进步空间。什么人生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他幸福，不要被我拖垮。支付宝到账10万元。现在去缴费吗？不用了，不就剩3个月了吗？这些钱刚好购买一个目的，就算是你送我一程了。姐姐，你看，公主和王子在一起啦！那有请我们的影后也拨出你的电话。姜慈，有些人注定是过客，只有势均力敌的才是爱情。我爱你，我爱你。姐姐，怎么啦？姐姐不太舒服，想出去走走，你自己看吧。时光，你在难过什么？他马上都要死了，他跟谁在一起都与你无关。我爱你。我疯了，打直球太好磕了吧！姜慈怎么迟迟不表态啊？为了我，你们就在一起吧。不好意思，两位，节目组刚刚强调，这场直播是为了宣传电影，不讨论演员私生活。不要联系，彤彤生病了，爸爸跑了，妈妈挣钱很辛苦。如果彤彤死了，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苏荷夜总会唯一宝箱，自己来拿。姜慈，你能不能给自己留点体面，行不行？想什么呢，时光？现在不体面的人根本就是你。算了，这一次为彤彤勇敢点。我爱你。
停！导演，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吻戏，为什么要加？这是芊芊的提议啊，他说这样能跟你们白天直播的内容联动起来，顺势炒作一番。把吻戏删了，我不拍。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没什么。好久不见了。你怎么在这儿？喝多了吗？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我？难道是9707？你们还真是心有灵犀，念念不忘啊！我？哎，你为什么借钱？和你无关。10万你也要借？看来这5年你过得不怎么样啊。他对你不好吗？我说了，跟你无关。借钱就跟我有关。好啊，那你把钱借给我，随便你怎么羞辱。什么钱？那10万我不是已经打给你了吗？我早该想到的。你叫我过来，我就是想出那口恶气罢了。是我高估我自己了。话没说完，你要去哪儿？生病了吗？啊，哪不舒服？啊？不。她怀孕了。她怀孕了。他说的是真的吗？对，我怀孕了。吃西瓜了。吓死我了！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这几天头老是晕，肚子也胀胀的。我该不会是怀孕了吧？真的？不行不行，你现在事业上升期，不能让孩子拖累了你。我不在乎事业，我只想要你跟孩子。喂，恋爱脑呢？赶紧红，这奶粉钱。听见了。我怀孕了。我坠入蛮荒荆棘的陷阱，曾一度坚信这就是爱情。恭喜你们！目睹你太多始料未及，到最后你说句感谢光临。你现在事业上升期，不能让孩子拖累了你。我不在乎事业，我只想要你跟孩子。我的心存侥幸，被定义成笑柄。你要是真的过得幸福，怎么可能找我借钱？你还不明白吗？借钱不过就是种态度。我想让你不要再纠缠我。你当年离开我，就是因为我穷。现在我名、利全都有了，你却无动于衷。时光，白金女不是这样的，你别自己骗自己了。
就是姜词嘛。这就是命运。我想要安稳的生活，你所谓的名利，都是出卖你的自由换来的。你怎么给我幸福的？那你呢？你所谓的幸福，不是靠出卖自己得来的吗？省省你连你自己都活不明白，你还想管别人？这就是我的选择。希望以后你不要再来打扰我。景阳，越界了！别忘了你是杨芊芊的弟弟。他是他，我是我，我只负责你和姜词分手的戏码，多的我可管不了。哎，其实我想说，你要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借给你钱。我跟你还没有熟到可以借钱的地步吧？我又不是姜词，凡事都必须问个1、2、3。我这人呢，稀里糊涂的，只要你想要，我随时借给你。喂，彤彤怎么了？我马上过来。确定借是不是？交钱。时光，让我献爱心可以，但是你得给我个回报。什么回报？永远不能让姜词知道你生病的真相。成交。喂，我查到了，那个景阳没有固定的女伴，每次聚会都带不同的女人出席，而且我没有找到时光确诊怀孕的记录，倒是查出了当初他收了杨先生给的100万。谢了，改天请你吃饭。为什么骗我说怀孕？就为了向景阳表忠心？100万，这就是我在你心里的标价。好，我可以理解你爱慕虚荣，不就是想要钱吗？我给你。为什么每次我都要下定决心当一个坏人，你却一直为了折磨我？您还交费吗？交。16床彤彤，一共60万，对吗？对。已经支付成功了，我们马上安排手术。还不走？用完就扔啊？怎么？你对姜词和对我是一样的冷漠吗？你说呢？谢谢你救了彤彤，这笔钱我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的。先不说这个了，孩子康复是最重要的。姐姐，谢谢你。彤彤，不用谢，这是你最爱的姜词哥哥捐赠给你的，所以你要乖乖配合治疗，等出院了自己去感谢他，好不好？这点钱算什么？等你好了，叔叔给你买个乐场，好不好？拜拜。喂，所以现在只有打钱你才会跟我好好说话了，是吗？是啊，我就是一个拜金女啊。100万也不少了，除了接电话，
你是不是还应该做点别的？比如呢？来接我，我喝多了。你怎么了？为什么我都坐实了拜金女的人设，他就是不放过我？那是因为你做的还不够。坐。原来让你听话这么简单啊！是你想复杂。你这5年来有没有想过我？你想听我怎么回答？说实话。这5年以来，我每天都很精彩，完全没有想过你。现在呢？这5年，我每天都在想你。继续。我需要非常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不去想你。然后呢？接着说。我离开你的每一天，我都很想你，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耽误了你的前程，所以，好，没事。我告诉你啊，酒是个好东西，它能够让你快速的入戏。你现在说不出来没关系，给我演出来。不行，我不能喝酒。别告诉我你不能喝酒是因为怀孕。对，我就是因为怀孕。怀孕了？他给了你多少钱？你肯为她怀孕？给你比你这100万更多。那我给你更多的钱，你能为我怀孕吗？姜思，不要再纠缠了好不好？你放过我，求求你行不行？我纠缠你，配吗？配。你知道我这几年见了多少女人？你觉得我还能看得上你吗？那你为什么还要纠缠？我是因为，我就想知道，凭你这样的货色，凭什么勾引到外面那些男人？我也想尝尝。不要了，你会失望的。看来你的业务不是很熟练啊，没关系，我教你。如果这是我们逃不掉的命运，那么就这一次，让我成你。姜思，够了！不够。你不会当真了吧？你是演员，比我更知道怎么演戏。这些钱就只够到这个值的。你刚刚是逢场作戏，不然呢？时光很聪明，他知道什么人只是玩玩，什么人可以依靠，对吧？嗯。你要是真的爱他，你怎么可能那么多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总之，他现在是我的人。还不走吗？时光，你可真下贱！你怎么了？
我们收到消息说你私生活混乱，刚在里面大开银趴。张慈，可否解释一下你的脖子上为什么会有草莓印？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张慈，可否解释一下？我们收到消息说你私生活混乱。既然被各位发现了，我们也就不隐瞒了。我和姜慈正在谈恋爱，请大家给我一些私人空间好吗？谢谢。哎，再说一下呀！可以再解释一点吗？可以多说一点吗？姜慈，你怎么回事？这么明显的做局，你看不出来吗？什么意思？哼，你以为这些记者怎么得到的消息？你呀，被人利用了。好好感谢芊芊吧。要不是他及时出现，那些捕风捉影早就让你身败名裂。你怎么知道我自杀？我当然是因为景阳是我亲弟弟啊，因为我爱你，我关注你的一举一动。既然已经官宣了，不如就假戏真做。你们都相处这么久了，早晚的事。阿慈。什么？什么？你怎么了？开快点，开快点！血压急速下降，大剂量升压药推进。不好了，病人出血严重，支援根本止不住，找到出血点，立刻通知血库调配血液。病人心脏骤停，准备除颤。360通电，再来一次。姐姐一定会没事的，对不对？姐姐那么善良，一定会有好报的。哎，你听说了吗？影帝姜慈跟杨芊芊正在这儿拍电视剧呢。就在咱们医院的顶楼吗？对呀。天哪！彤彤，你去哪儿？道哥把灯挪一下，哎，老师，来点名。哎，好好。哎，谢谢。芊芊啊，你和姜慈的热搜已经冲到第1了，恭喜你们啊！有情人终成眷属。谢谢导演。哎，不过医院这层封锁了吗？不会有无关人员打扰吧？放心吧，这层本来就医院闲置的。哦。姜慈哥哥，谢谢你捐款救了我和我一起的漂亮姐姐，她得了很严重的病，求求你救救她吧！你说谁得了很严重的病？你跟我来。难道如是命运安排，就是这个姐姐。有可望不可及。若是命运安排相遇，为何又无法拥有你？可是这里面并没有人呢。怎么会呢？彤彤，哦，抱歉，我们家彤彤特别喜欢你，他知道你在这儿拍戏，就找了个理由见面。不好意思。可是不是。没关系，这送给你。哇，世界上最好的姜慈哥哥！可是，彤彤刚刚为什么说是我救了他？是我拜托他们这么说的。谢谢你们帮我保密。哦，是，手术费是杨小姐付的，她知道彤彤特别喜欢你，就让我这样跟孩子说。可是，小朋友，过2天呢，是我和你姜慈哥哥在新剧拍摄现场召开的探班会，到时候啊，你一起来好不好？好。他们走了。
喂，时光，是不是你？趁我们来医院拍戏，让一个小屁孩把姜慈带去你病房？你说什么？谢谢你们帮我。姐姐，你怎么转到普通病房了？因为 ICU 太闷了，姐姐出来找彤彤玩。医生说你只剩2个月了。所以我想回家了。姐姐，我舍不得你。姐姐也舍不得彤彤啊，所以彤彤要乖，要听妈妈的话，姐姐配合治疗，知道吗？知道。彤彤有个心愿，2周后在这个地址见面，好不好？好。师傅，去檀香园小区。房东好，我是5年前的租户，请问房子最近闲置吗？我想租。闲置，过来吧。5年了，终于能回家了。只是伤害，没有人去灌溉，一切成黑白。只是我还放不开，对你太依赖。只是我还不能够释怀。这个地方我早就买下来了，倒是你处心积虑地查到我住在这儿，还扮成一副无家可归的样子，怎么玩欲擒故纵啊？你是不是演戏演多了？看什么都像剧本。那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别告诉我你是被人抛弃了。关你什么事啊？也是，像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能有什么好下场？是啊，这都是我自己自作自受，就不劳别人操心了。江雨滴倒是一片情深，一边和正牌女友官宣，一边和前女友纠缠不清。时光，你别忘了我是你的债主，你不会以为我还对你余情未了吧？我是可怜你，当初那么骄傲的一个女孩，如今沦落到要向前男友伸手了吗？我这5年过得的确很辛苦，四处讨生活，之前打扰你是我的不对，以后不要再联系。像突然抓紧花的迷惑，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每个背影，每个场景都有发过的梦，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带我走，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有事吗？外面来了很多狗仔，他们要拍我的恋爱动向。所以呢？你要是现在出去，半夜我就得上热搜。是你先来招惹我的，总不能让我站在风口浪尖上吧？
卧室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不用了，我在沙发上凑合一晚就行。随你。我记得这个报是5年前我过生日时，姜子用10个游戏币抓回来的。那时候很辛苦，可我们很幸福。吃饭了，吃饭吧。我吃饱了。吃这么少，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瘦了这么多呀？我在减少孕吐，怀孕了吃多容易反胃。怀孕了是吧？几个月了，肚子这么平。姜子，你要不要脸？不要，时光。是你先用怀孕这种低级玩笑来撩拨我注意力的，你自己点的火，自己来灭。姜慈，是我。他怎么来了？当然是我发短信进来，让他过来找你的。你的正牌女友来了，应该回避的人是我。你怎么来了？姜慈，人家好想你啊！你一收工人就走了，我呀只好找经纪人要你的地址。这个房子还不错呢。有事吗？怎么没事儿就不能够来找你了？你是不是都已经忘了？你们现在已经在谈恋爱了？我今天有点累了，你先回去吧。姜慈，凭什么你跟别人就可以，跟我就不行？如果你不习惯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可以假装在演戏，反正这里也有观众，我们演给他看。你弄疼我了。走，我们换个地方。你花样好多呀。时光，你在矫情什么？你都已经分手了。求你要我。够了！爱是要慢慢培养的。你是很好的搭档，明天还要拍戏呢，早点休息吧。你就算再爱又怎么样？他马上就要死，你们不可能在一起的。冷吗？这就是你对我的惩罚，对吗？时光，你是在委屈吗？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是，我没有资格。就是这外面太冷了，把人都冻透了，以后就不要带姑娘来这个地方躲着了。冷是吧？这样就不会感冒了。
杨芊芊已经走了，我现在要去片场，你好好睡一觉吧。再见。不会再见面了，姜子，我要走了。姜子，这个王八蛋！手机，充电器。阿米替林，下回来看医生。这种药本身的副作用很大，但你现在已经到了血癌晚期，情绪稳定最重要。太痛苦的话，可适当服用。明明他什么都有了，没有理由会这样的呀。我离开就是为了让你幸福，怎么会这样？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他。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2017年7月9日，时光离开的第2个月，我接到了一个很好的剧本，在里面饰演男2号，这曾是我做梦都想要得到的角色。那个谁，来，这场戏讲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江湖第一高手，他因痛失爱人，最终自愿拜倒在敌人的剑下，明白了没？哎，我知道了，导演。但真正拥有的那一刻，我好像没那么高兴。大概是我想要分享的那个人离开了。2018年6月6日，时光离开2年，我每天都沉浸在角色中，好像唯有这样才能逃避现实的痛苦。2024年2月14日，时光离开快5年，除非依靠药物激素，我已经无法进入角色了。但为了上镜，我只能克服。拍戏对我来说不再是救赎，而是折磨。越追越想越伤，那是一下部戏在哪儿取景定了吗？没呢。趁还没进组，你和姜慈出去转转吧，过几天2人世界。阿慈，你想去哪儿？我累了，我只想回家睡觉。可是我们……停车！我先走了，你们回去吧。姜慈，哎，你
你也别怪姜子，这2年他拍戏的状态我们都看在眼里。要是再这样下去，还没等他退圈，就要死在片场。都怪时光，既然他这么能活，那我就送他一份大礼。别动，借我抱一会儿。这算什么？算利息。利息？时光，这可是你自找的。姜子，我们做个交易吧。做个交易吧。什么交易？我缺钱，所以我陪你1周，给我70万。给我70万。你拿我当什么了？是金主还是冤大头啊？1天10万，你自己值这个价吗？我不值，但是你值。这7天里，我要帮你找回曾经对演戏的热爱，然后戒掉药物，也戒掉我。我给你70万，让你做什么都可以吗？当然不是啊，就和上次一样，这些钱只是我的片酬，你必须得承诺，不可以假戏真做，我才能配合。我承诺。但是如你所见，我的演技很烂，需要你教我。叫什么？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对手戏演员。你有没有听说过“遇强则强，遇弱则弱”这句话？对手演员演技拙劣，我也很难入戏。除非你全身心的投入。再说了，你想和我演什么？是藕断丝连，还是相爱相杀？剧本拿来，上面写什么就演什么。你确定？为什么大半夜带我来爬墙啊？剧本里就是这么写的，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不后悔。你是卡了吗？你等我做个心理建设。你穿过汹涌的浪潮，抵达我围困的孤岛。这个剧本又是讲什么的？是女主生了重病，瞒着男主狠心分手，2个人约定好来游乐场进行最后一次约会。可是你这种拜金女，能理解这种感情吗？不能。那你怎么跟我搭戏？我虽然不能理解，但是你可以教我啊。如果我是女主，要怎么做才能让男主相信我？要怎么做才能让男主相信我？时光，你学习演戏是不是就为了在那些男人面前装模作样？对啊，为了生存，提高竞争力有什么不对吗？提高竞争力有什么不对吗？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会不会是一开始你就爱错人了？对，我最开始眼光有问题，我没看出来你是这么普通又肤浅的女人。那你现在看到，也不晚了。70万，我直接打断你的账户，你不用陪我演戏了，免得你玷污这个剧本。谢谢你对我演技的肯定。吃什么呢？维生素。是吗？那我也来一颗。别闹！给我！我如何骗过内心，骗过眼泪，骗时光过自己。你能不能有点分寸？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还是说你就想这样？你混蛋！你放开我！求我，休想！你说的是吧？别后悔。你混蛋！啊！我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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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时光，你疯了！对，就是这样。什么意思？男主被女主伤了之后，就应该是又委屈又崩溃，就应该是又委屈又崩溃。所以你刚刚故意跌倒是为了快速入戏？不然呢？小影帝，滑倒是意外，可情绪是真的。这样拍戏时，你就能唤起记忆，而不必依赖药物了。谎言并不代表欺骗，诺言也不一定兑现。各种强项解药，一片可以管一周。等这些药吃完，就到告别时刻了。究竟把从前留在今实现不到。喂，你到底在哪儿？再不回来工作，公司要起诉你了。随便。时光，我人生中最幸福和最黑暗的时光，都拜你所赐。从天堂坠入地狱，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剧本下个场景是什么？是个好地方，你应该尝尝那种滋味。来啊，你不是要跟我对戏吗？过去5年，这种跳楼的戏份我演了不下100次。江慈，我……哦，对了，我忘了你好像恐高是吧？可是已经晚了。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是一起死过一次了？你故意的。是。为什么？因为我恨你。那你为什么还要让我跟你一起演戏？为了折磨你啊！一个人的爱恨太孤独，如果不能相爱，那就彼此怨恨吧。停车，我想去那儿看看。怎么，想去佛前忏悔啊？对啊，我想去祈求，求我荣华富贵。好啊，那你就一路磕头跪拜到佛祖面前，你看看佛祖会不会原谅你。
求佛祖保佑我妈妈和江慈，愿他们平安健康，长命百岁。我打算退圈，条件你开。江慈，你别以为翅膀硬了就能飞，你根本逃不出阳。如果你愿意，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时光，是会开花的云朵。这里离市区医院太远，只能做止血急救。目前看，病人身上只是皮外伤，现在我们需要做进一步其他检查。会不会跟受到惊吓有关？惊吓？他明明恐高，我却带他去吊威亚。哦，有这种可能。另外，病人身上有擦伤，需要按时上药。我知道了。干什么？还好，不是在医院。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乖，放手。江慈，你现在受伤了，不能乱动。那你想怎么样？别动。 Be my only one， 이렇게 보고 你以为我要睡你啊？想得美。 이름 내 곁에 손을 잡고서 같이 걸어요。 干什么？我会轻轻的避开伤口。不行，10万一次。江慈，100万一次。快，别动！你把我当什么了？你要再这样，我就出去了。你不是自诩拜金女吗？这有什么情告？ 这有什么情告？这种苦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我们分手吧，我陪你1周，给我70万来。为了生存，提高竞争力有什么不对吗？对不起。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你能陪我去个地方？ 你的新剧本里，女主是不是得了重病，要狠心瞒着男主离开？上次没有对完的戏，我们把它完成吧。有始有终。对，有始有终。你放心吧，我已经和老板租下这段时间了，趁游乐场还没有开业，不会被人拍到的。想得这么周到，谢谢你啊。那开始吧。男女主呢？ 最后一次来到游乐场，男主不知真相，对女主心生怨恨。我获奖了，现在名利我全都有，你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时光，你可真下贱！时光，实在委屈了，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因为我恨你。 我去买冰淇淋，你吃什么口味啊？随便。
谢谢你陪我走旋转木马。一直忘了说我有多感动。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再见。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接受。你接吧，我去了。我想用力忘记你，在你消失以前，一个人守着黑夜，再见了，我的爱人。穿过我双眼，你我的天，江池上热搜了，星际影帝江池疑似劈腿，掀起人设崩塌啊！他不是刚和杨芊芊官宣吗？对啊，我看看。喂，你在哪儿？时光，我辛苦5年帮他铺的路，被你一次犯贱就轻易毁掉。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江慈一旦塌房，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毁约。以他现在的身价，倾家荡产都不够。那你要我怎么做？出面澄清，说你就是当初抛弃他的人，现在呢，看他成为了顶流，眼馋想要复合，但被他拒绝了，于是故意降温炒旧。好，我答应你。喂，你不是去买冰淇淋了吗？怎么还不回来？现在还有心情关心这个问题？你现在都上热搜了。本来我就打算退圈。江慈，你忘了5年前他怎么伤你的吗？你闭嘴！我不管你在哪儿，回到我身边，让我来解决。你还不明白吗？这件事的重点不是在于你怎么解决，而是在于我要怎么解释，怎样才不会误会。所以比起我，你更在意他是吗？当然。看到了吧，这就是你倾尽一切想要维护的女人，她值得吗？确实不值。你做好公关工作，所有的损失我来认，但要保住工作。哼，算你识相了。他们一定想不到，这是我专门找人偷拍的。现在江慈终于能死心了。当初是我抛弃的江慈，现在他成为顶流，我想挽留他，被他拒绝了，所以我故意制造出绯闻陷害他。以上就是事情的真相。我在这里对被我伤害的江慈先生、杨芊芊女士以及所有的粉丝道歉，对不起。你可以走了，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至死都不要出现在江慈面前。师傅，去机场。这个罗行是逃了？怎么是你啊？特地跑来吃瓜呀，专门找我解药的位置。怎么样，淡定？感动。到了机场叫我。安心睡吧。芊芊，这次多亏你，才能这么快摆平舆论风波。谢谢了。阿慈，我只想好好和你在一起，可以吗？好事多磨，相信这次你们一定会修成正果。
啊，新戏明天在 S 市开机，我们连夜过去吧。不是要送我去机场吗？我查到你订了张昨天去 S 市的票，帮你取消了。昨晚我睡了一天。你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休息。我能查得到，别人也一样的。这个地方叫天之涯，离 S 市天南地北。天之涯，还挺适合告别的。你干嘛？不是要告别吗？那就断了所有联系。我，多亏你说动剧组转战到 N 城。听说时光买了一张去 S 市的机票，哼，贱人死性不改，还想吊着江子，所以我便动用了一点关系，让剧组赶到了这里。我们下个场景在哪儿？天涯海角，据说风景很美，就是偏了点。干啥呢？看我的墓志铭。什么？墓志铭？安静，我拍戏呢。谢谢。要让谁啊？以为自己金佳玉啊？这么嚣张？哎，你要干嘛？别让他们知道谁是你。好。哎，快！注意啊，快！那边，哎。来。你怎么在这儿？时光不会和你一起来的吧？没有，我过来谈生意的。还有2个月，他就要死了。到时候，不管是江慈还是你那个私生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的傻弟弟，别怪我没提醒你，千万别自找麻烦。还是提醒你自己吧。你怎么会在这儿？这话应该我问你啊，时光，你究竟想干什么？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为什么每次当我下定决心想要重新生活，你就会又一次出现，阴魂不散？你该不会以为是我跟踪你的吧？难道不是吗？随便你怎么想。被抓住了就想逃，时光，你能不能有点责任心？我责任心喂狗了。江慈，我也想开始新的生活，能不能不要再互相折磨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今天这种局面不是你一手造成的吗？好，很抱歉，我现在就走。刚才那声是……糟了，不能让他发现我的遗言。时光，你什么意思？心跳跳得这么快，该不会还没有放下我吧？也对，人性本贱，是挺贱的。先是推开我，然后又发视频为我澄清绯闻。时光，你这难道不是欲擒故纵吗？你该不会以为视频是为你发的吧？是景阳，他让我澄清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他才可能原谅我。江慈，你以为你在我心中有多么的重要呀？你只不过是我和景阳之间挑起的春药。时光，你真让我恶心。
时光，你可太猛了，怪不得我姐追不过你呢。你是故意带我来这里的吧？天地良心，我就是看你太累了，想带你出来散散心，远离是非。谁知道会碰见他们呢？看在我这么善解人意的份上，你要怎么报答我？报答？你看我现在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通通都拿走，比如心、肝、肾，比如演讲。你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完成你姐的任务就好了，为什么非要待在我的身边？我是被你的隐忍所吸引。你信吗？还是让我来回答吧。你有一个私生女，先天性的心脏病。你曾经知道我签过器官捐赠书，发现我跟她的心脏匹配，所以想让我跟她换心，对吗？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放心吧，我会捐的，死前我会提前通知你的。妈，你曾经说，像我这样的人会一辈子孤单。谢谢你，让我早有心理准备。阿紫，明天就是七夕了，我们要不要发照片营业呀？你安排吧。时光，你从小就知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你只有自己。大床房订完了，标间可以吗？可以的。你们现在是旅游旺季吗？这么火爆？哪儿啊？本来挺清闲的，结果突然乌泱乌泱来一大帮人，忙都忙死了。对了，我们平时这儿生意一般，所以兼做中介服务，无论你想应聘、相亲还是租房，都可以找我们。正好，我想找一个摄影兼职，帮我联系一下吧。你是摄影师啊？曾经是吧。按医生说的时限，还有2个月。如果能在这段时间挣些钱，连同之前剩余的费用，应该能给妈妈留些存款。喂，你好，我是前台，明天有一份摄影兼职，你有时间吗？有。那我跟他们确定，明天早上7点出发。谢谢啊，妈。都说落叶归根，家我是回不去了。只要你能幸福，我也就无憾了。你好啊，美女。你就是摄影师吧？一会儿要拍7夕情侣特辑，之前出于保密没有透露任何具体信息，但这次拍摄的对象可是……你干嘛呢？我一见到明星就紧张，这样有安全感。你们小姑娘都这样。你是摄影师？我告诉你，这次拍照非常重要，你要达不到我的水准，趁早走人。我会尽力的。我要的不是尽力，是完美，创意、构图都必须给我把握好。嗯。哦，再来一次吧。哎呀，这个镜头太高了，角度不舒服，不如让摄影师他在地上拍吧。行啊，没问题呀。
怎么回事啊？大呼小叫的，太不专业了。对不起，对不起。赶紧的，下一组是2位老师的浴室情侣照，快点。滑板太多了。需要动吗？你阿紫，你在里面吗？哎，很好，非常好，很哇塞！但是咱们2位再亲密一点啊，再亲密。差不多了。哎，有没有再性感一点的造型啊？有，你给我们摆呗。怎么，害羞啊？你别乱动。你好硬啊！快拍啊！不好意思，没有胶卷吗？哇！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好帅！宝，快点，菜要凉了。好了好了。这些照片可真帅，要是发到网上去，一定会被新的看中的。晚点再做梦吧，咱先吃饭啊。阿紫，怎么了？真的有影视公司给你发消息，还让你试镜呢。干嘛？把这个设成头像，这样让大家都知道如此优秀和如此帅气。摄影师进来。来啦！你以为你戴个帽子，我就不知道你是时光了？你不是答应过我，至死不会出现在江慈面前吗？我不知道是你们，那就更过分了。你的意思是，你们冥冥之中还有缘分？哎，时光，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江慈他在意你吗？他早就放弃你了。失去的话，赶紧去死！不要祸害江慈和我弟弟。听说你可以为了艺术献身呢。你怎么了？啊，那个摄影师他太不专业，工作没做完就好好搬稿上来。走吧。哦，时光，这是你阴魂不散的报应。听说你可以为了艺术献身呢。有病吧！骚货！刚刚你勾引人家江养帝，我可不是看。跟我装他妈什么装啊！滚开！为什么要欺负我？为什么他们欺负我？我错了，咱把工资结给我，说好的价钱。
的照片好了吗？哎，今天怎么样？听说给明星拍摄，是谁呀？一对情侣，2个顶流。啊，然后呢？退房。这些，谢谢你给我介绍工作。怎么不住了吗？我要回家。明天是我的新剧见面会，你会来吗？用不用我以公司的名义再正式邀请一次？人家毕竟是后援会会长，你的第一个粉丝，从你刚刚出道开始，人家就开始应你。就算你事业遭遇低谷，也是力挺你。这些方法你之前又不是没试过，人家根本就不露面啊。这就奇怪了，正常追星的都想见自己的偶像，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沉得住气呢？你说会不会是你身边的人？我也想知道。我会去的。江慈，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羁绊了。他们都是来见江慈哥哥的。江慈？妈妈，虽然你不记得了，但我还是想和你说，我恋爱了，他叫江慈。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外婆，我们排到啦！请出示入场券。是芊芊姐姐让我们来的。这里有个小孩和老人，让不让进？把他们赶走！当时那小屁孩差点说穿时光生病的事，给他入场券不过是为了吸引注意，没想到他还当真了。切！怎么会呢？不是芊芊姐姐让我们来的吗？赶紧走，没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吗？直接从后门 VIP 通道进来，我在内部咖啡厅等你。这个从出道起就默默支持我的头号粉丝，究竟是谁？小妹妹，你不会是我的头号粉丝吧？对啊。直接从后门 VIP 通道进来，我在内部咖啡厅等你。漂亮姐姐，你真的来了！外婆，这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漂亮姐姐。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妈妈，好久不见。
难怪我一见到彤彤就觉得亲切，原来我们之间有这样的缘分。小亮姐姐，你这场事就废了，我们进不去了。来，你拿着这个手机，去跟姜子哥哥说，你是他的头号粉丝。你就是那个一直保护他、支持他的人。嘘，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哦。姐姐现在把账号送给你，好不好？好。姜子哥哥，我就是你的头号粉丝。老师说，善意的谎言可以给人温暖。姜子哥哥，这是漂亮姐姐想送给你的温暖。那你还记得你给我发过的第一条私信是什么吗？是生日快乐，长命百岁。这条私信可是5年前发的。5年前你刚多大？说实话，到底是谁？这条私信可是5年前发的。5年前你刚多大？说实话，到底是谁？好吧，其实是我外婆，是我们家最先喜欢你的。你外婆？对啊，她就在门口呢。彤彤，你在这儿啊？这不是时光的妈妈吗？阿姨，您怎么来了？你们认识吗？妈，你还是不记得我。都是你下水烫我！你妈妈为了救你，给谁什么？你害死了没有啊！妈妈因此患上精神疾病，把我当作害死爸爸的凶手。为了不刺激他，我只好离开家。后来我带姜子去看妈妈时，她已经组建了新家庭。于是我知道不应该再去打扰她，但没想到我妈妈居然是彤彤妈妈的继母，缘分真是奇妙。姜子哥哥，你还没说你跟我外婆在哪儿认识的呢？如果她是你外婆，那你不就是……你告诉我，你几岁了5岁啊。5年前我们刚分手，所以当时时光胃不舒服，确实是怀孕。那么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女儿。走，跟我走。阿慈，这个小屁孩是怎么进来的？还有他身边那个，不是时光妈妈吗？他们怎么搞在一起的？姐，据我所知，时光的病是有治愈方式，只要他妈妈把骨髓捐给他就。救什么救啊！我一定要得到姜子。想想你女儿，她好不容易找到了心脏适配的供体，你忍心吗？那可是……再说了，据我调查，时光曾回去看过他妈，但是呢，后来又不了了之了，肯定是他妈妈不愿意救他。算了，以我对时光的了解，他应该是不愿意去打扰他妈妈的。你这是要带我外甥女去哪儿啊？阿姨，这个孩子其实是时光和我。姜子，事已至此，我也就不瞒你了。这个孩子其实是我弟弟和时光的私生女。弟弟？我弟弟就是景文。与其澄清这个孩子和时光无关，不如让姜子以为这个孩子就是时光和别人生的，然后彻底死心。不可能！这个孩子就是景阳和时光的私生女。不可能！阿姨，他是不是我和时光的孩子？时光？你妈妈为了救你，给谁什么？你害死了他！不是！你告诉我，
你爸爸姓什么？我爸爸姓景，可是自从我们生病之后，他们就不做工了。连这个小屁孩的姓氏都和景阳一样，真是天助我也！你看吧，你今年5岁了，你爸爸却不是我。虽然我很喜欢你，可是我爸爸确实不是你。时光，5年前我们甚至还没分手。你怎么来了？趁事情没到一发不可收拾之前，赶紧跟我走。什么意思啊？我承认，一开始我是想等你死之后，把心脏捐给我女儿。我本以为我早已对爱情麻木了，是你给我上瘾。然后呢？然后我爱上你了，所以我不想你带着遗憾离开，跟我走。等一下，等一等，你还有脸过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我想的那样。据爆料人称，著名富二代景阳有一私生女，现年5岁。你可真不要脸啊！都铁证如山了，你还在狡辩？我的确有一个私生女，可时光她不是。她不是。我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我呢？原来你是怀了别人的孩子。时光，你怎么敢？随便你怎么想。妈，你个害人精，你还过来干什么？原来你就是当初还为我发病的人。对不起，妈。想想你的老公，你的仇人就在你面前，你不想为他报仇？你去死！你就是去死吧你！时光，现在连你妈妈都承认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不起，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只想让你忘掉怨恨，好好的看我一眼。外婆，再不好好看一眼就来不及了。你爸妈在谈正事。你爸妈在谈正事，别捣乱！哎，疯了吧你！他们不是我爸妈，你们都打击不了，我要回去救他，救他！哎呀，过来吧你！我原本以为你会无条件的相信，原来你才是那个伤他最深的人。我就是太相信你们了，我才没有发现你们勾搭在了一起。你跟他们都是一伙的是吧？杨芊芊，你到底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是他偷偷拍摄我的弟弟，生下了孩子，我是被蒙在鼓里的呀！呸！真不要脸！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要是现在承认了，我会给你妈一大笔钱，保她晚年无虞。你说啊，其实因为什么？其实我知道景阳很花心，但是他很有钱，我心甘情愿。时光，你真让我恶心。时光，你是我亲弟弟，你怎么能够背叛我，站在其他女人面前呢？从咱俩爸妈离婚，
你选择跟那个眼里只有钱的父亲开始，在我之前就没有亲情。时光，怎么在这儿啊？你流血了，疼不疼啊？你不生我气了，我好想你。傻孩子，妈妈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来，赶紧回家，咱们回家吃饭啊。下午啊，你还上学呢。妈，你先回家，我等等同学。我呀，先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啊。赶紧回来啊！时光，时光，时光！奇怪真假，被死前。好。好，我记住了。不行。你说，我听着呢。时光，时光，时光！此处常年着一个女孩，生于爱，死于爱，无怨无悔。时光，直到最后一刻，我还不知道你的心愿是什么，也没来得及跟你分享我的故事。我出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父母因利益而结合，也因利益而分开，以至于我从小就不相信爱情。我的姐姐也一样，她拼命的想要抓住一个人，而我却摆脱所有人的束缚。即便在有了女儿之后，我也不想负责。大概是出来混总要还的吧，所以命运将你送到了我身边。是你让我明白什么是爱。你是一个如此隐忍又坚强的女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还想着帮助他人。时光，谢谢。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我没有你那么宽容，所以他们欠你的，我来帮你讨。真漂亮，芊芊，你和江慈就是娱乐圈头一对的金童玉女。谢谢你，这么多年帮我管着江慈。可是你真的要这么快订婚吗？听哥一句心里话，江慈不算良配。我知道，但是他是我的执念，越是得不到，我就越想要。现在时光终于死了，不管是劫是缘，我都要把他绑在身边。也好也好，免得夜长梦多。哎，他人呢？时光，从前我以为你和别人不一样，就算分手，我们也能殊途同归。
可如今我不得不承认，是我的想象力美化了你。太能否靠近在咫尺的你，倾听呼吸，小心地望着你。我最时光，我朝你走了99步，还剩最后一步时，我才发现你不配。也许是我太笨，太不识趣，但我总可以。今天我们相聚在此，是为了见证一份闪耀的爱情。让我们掌声有请2位新人入场。杨芊芊女士，无论贫穷、疾病还是快乐幸福，你都愿意对姜慈先生不离不弃，一生一世爱护他吗？我愿意。那么姜慈先生，无论贫穷、疾病还是快乐幸福，你都愿意对杨芊芊女士不离不弃，一生一世爱护他吗？我愿意。我亲爱的姐姐，结婚这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不叫上你的亲弟弟啊？你来干什么？当然是送你礼物呀。来，拿着。哼，我大喜的日子，你就给我送这个呀？哦，当然，还有姜慈，我给你也准备了一份礼物。什么礼物？景安。此处常年着一个女孩，生于爱，死于爱，无怨无悔。不好意思啊，各位，我的弟弟呢，平时比较爱开玩笑啊，各位别见怪。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不管你私下和时光有什么样的纠缠，你都不要在这种场合跟我开玩笑。正如你们所见，时光于3天前因病去世。不可能，他今天好好的，怎么可能因病去世？好好的，姜思，你有良心吗？你当了一辈子鸵鸟，还要继续把头埋在沙子里吗？5年前，他就被确诊为血癌中期。他为了不拖累你，把自己伪装成拜金女的模样，狠心跟你分手。最后，你果然认为他是因为钱才离开你，于是你就各种羞辱他，辱骂他。你知道最后那段时间他过得有多痛苦？哦，对了，还有那个孩子，彤彤。姜慈哥哥，时光姐姐不是我的妈妈，她只是我的病友。她和我一样，都得了很严重的病，可是她给我捐了手术费。其实时光姐姐才是你的头号粉丝。我每天登录那个账号，才发现她就算化疗最疼的时候，还在为你天天打卡。我也是才知道的消息。时光的妈妈在她小的时候受了很严重的刺激，她忘记了她。后来，她嫁给了我的父亲，成为了我的继母。时光原本有机会治愈的，只要我的继母捐献骨髓。可是时光不愿意打搅她的幸福生活。
江慈，时光去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只有我这个敌对的阵营陪在他身边。他有多孤单，我就让你有多后悔。你给我看着，那个地方本来应该放的是他的照片，但自从他生病之后，就没有再拍过照。他以前作为你的摄影师，手机相册里全部是你的照片，以至于他在下葬的时候，连一张遗像都没有。 그대의 낱말들은 술처럼 달기에 나는 주저없이 说话呀！你他妈哑巴了！你们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这一定是他惩罚我的手段，就像前几次一样。你们给我转告时光，如果他后悔离开我了，就自己回来找我，我等着他。 我告诉你，时光本来是有机会能活的，就连医生都说他还能活几个月。但是你和江慈，当然包括我，害死了他，所以我们都是罪人。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本来就生病了，早晚要死，给我放开！我亲爱的姐姐，你自认为找到了一个深情男人，但其实这根本就是个悖论。如果他足够深情，他就不会爱你。 那么，如果他爱你，就跟全天下虚伪男人都一样，不值一提。没想到吧，你的执念成为一道正中眉心的回旋镖，让你跌入深渊，沦为笑柄。那你呢？你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你别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还不是一样，要用时光的心脏救你女儿的命吗？是啊。 所以我们都不是什么好人，都将用余生承受这份因果。阿慈，快来吃蛋糕！时光，你回来了。阿慈。 这个蛋糕很难买到的，我排队都排了很久。好啦，先许愿，一会儿蜡烛就要吹灭了，闭眼睛。我不闭。乖嘛，今天呢是你的生日，你先许个愿，我们一起吹蜡烛。好，我许愿，我许愿。 떠올릴 수 없는 곳으로 时光，时光，时光，时光！著名影帝姜慈昨晚从自己的婚礼现场逃跑，下落不明，引发舆论地震。 你在哪儿？时光在哪儿？我说过，他死了。我他妈问你他在哪儿？我说过他死了。这是医院死亡证明，你仔细看看。姜慈。 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怎么爱上你的呀？你他妈就是个缩头乌龟！你要不信，你就自己去坟墓下面把他骨灰刨出来看看是不是他。你有什么资格呀？啊！我问你，你没有资格谈论他。所有伤害过他的人，我会一个一个找他们算账，包括我自己。 烦死了！早跟杨芊芊说过，见好就收，吃下玩脱了吧？咱们聊聊吧。 5年前雪藏你的那家经纪公司股东就是杨芊芊，为了逼时光和你分手，用他妈妈的精神状态苦苦相逼，又叫来景阳联手做戏，害你们误会不断，直到天人永隔。
对了，之前给你拍七夕照片的摄影师就是时光，杨芊芊发现后还教唆影棚老板猥亵她。彤彤和时光是病友，他的身体状况你们最了解。最后的这段时间，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群疯子！什么5年，此生不换，今朝有酒今朝醉，真好啊！阿慈，你这2天去哪儿了？婚礼上的那些事儿，我可以解释的。好啊。第一个问题，5年前你用娱乐公司雪藏我，逼迫时光和我分手，对吗？他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回答我！啊，不，我没有，是经纪人，是他想要让你听话，故意这么说的。杨芊芊，明明是你逼我这么做的。你怎么来了？姜慈用他所有的资源做交换，换来了公司偷税漏税，还有你逼迫那些女孩陪酒的证据，咱俩全完了。阿慈，你听我说，第二个问题，你明明知道时光的病可以用亲人换骨髓来治好，你却去刺激他妈妈的精神状况，导致他不得不放弃治疗，对吗？我没有啊！芊芊，是你派人刺激我继母，让她病情恶化。可惜当时我不认识时光，否则我一定曝光你。你胡说什么？他本来就是个疯子，跟我没关系。第三个问题，是你让九让去纠缠他，还教唆影棚老板猥亵他，导致他死之前都在受黄瑶的困扰，对吗？是，都是我，可那又怎么样？姜慈，他已经死了，想喂他出去已经来不及了。是来不及了，但所有的公道，我都会一点一点的为他讨回来，就等着坐牢吧。时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却再也找不到你存在的证据，除了他，我好累啊。逃不了你过往，有些黑暗。阿慈，我从来不后悔和你在一起，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照顾好自己，快乐生活，带着我的那一份。时光，终于找到你了。此处长眠着一个女生，生于爱，死于爱，无怨无悔。真生对不起，我要下去当面和你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先进影帝姜慈和他的电影女主角杨芊芊来到我们现场，欢迎2位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咱们现场观众很热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临时增加了一个环节，请2位老师
给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打电话。那咱们2位老师谁先来呢？分享一下我们获奖的喜悦。姜慈，姜慈。好。头一次看到江影帝这么紧张，是不是要和我们芊芊告白啦？喂，时光，我获奖了，现在名和利我全都有，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疯了！有生之年居然赶上了影帝的告白现场，3分钟，我要拿到影帝白月光的全部资料。没有做梦，也不是真心话大冒险。时光，我很想你。我这是加班加出幻觉了吗？姜慈哥哥，你怎么会过来这里的？完了完了，看样子他知道我生病的事，要怎么远？不用远了，我全都知道了。时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陪在你身边，好吗？你现在不应该正在录制综艺的吗？那些都没有你重要。果然是个恋爱脑。江慈，我们都已经分手了，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又听到了什么，但事实是，事实就是她怀孕了。真的吗？对。哎，不好意思啊，不错啊，这次情节进展的非常的顺利。什么剧情啊？哎呀，你跟我回家，回家我慢慢跟你说。江大影帝，你这一边上节目炒 CP， 一边回来找前女友，你不嫌恶心啊？你怎么？我说错了吗？吓你的！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你对时光的精心照顾，作为回报，我已经帮你找到了你女儿的心脏。彤彤，快联系彤彤妈妈，让她马上缴费，手术不能再拖了。我要联系。彤彤生病，爸爸跑了，妈妈挣钱很辛苦。如果彤彤死了，妈妈就不会那么辛苦。彤彤，你再借我点钱吧。我来的时候已经预留了足够多的费用，快去帮彤彤抢救。好。你怎么会预我也不先知道？你怎么会我也不先知道？因为爱是有魔法的，时光，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生病的真相了。你让我陪着你，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吗？就算知道了怎么样，我这个病早就无药可治。不，有的治。妈妈，哦，你认错人了，我是来找我外孙女的。妈，彤彤呢？没看见啊。妈，没错，阿姨就是彤彤妈妈的继母。你放心吧，彤彤现在非常好，已经送到抢救室了。可阿姨，现在您的亲生女儿就坐在您的面前，她也生着重病，她需要您的帮助。你是阿姨的女儿？她不是，她是害人精，她是罪人。你为什么还要回来打扰我的生活呢？你为什么见不得我过得好？为什么呀？我没有要打扰你的生活。你现在满意了？你要看到我这么狼狈，你才解恨，对不对？你要看到我这么狼狈，你才解恨，对不对？当然不是，遗憾已经够多了，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幸福。阿姨，时光当年也差点溺水而亡，您怎么能怪她呢？是，您失去了丈夫很痛苦，可您想过她吗？
他同时失去了爸爸和妈妈。更何况这些年来，为了不再刺激您的精神状况，他从小就离家，一个人在外面过得很辛苦。即便是到了现在，他病情严重到快要死了，他也没有想过要去打扰您啊。孩子，你生病了。对不起，是妈这些年糊涂，这些年让你受苦了。阿姨，时光的病其实非常好治，只要您捐骨髓给他，他就能好。可即便是这么简单的要求，他都没有奢望过。我女儿都这么坚强，我也不能再软弱下去了。该过去了，妈现在就去捐骨髓，咱们马上治。妈，我希望你被爱着，我希望你要快乐，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我知道爱会争吵，我知道人会变老，所以那一句爱你一定要大声地说。时光，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哎，大家都在手术室等你呢。对了，手机不能交进去啊。哦。新晋影帝姜慈被曝地下恋情，突遭经纪公司雪藏，事业全面停滞。杨芊芊，是不是你？想救姜慈就来顶了。哎，你去哪儿？手术要开始了。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姜慈？你说呢？我杨芊芊从来不会为他人做嫁衣。好，我答应你，我离开姜慈，去一个你们找不到我的地方，永远不会再去打扰你们。切，时光，你逃他追这个把戏，我早就已经看腻了。要玩就玩个大的。喏，你从那边跳下去，让他断了念想，否则姜慈就等着全面违约，牢底坐穿吧。怎么不敢是吗？看来你对姜慈的感情也不过如此。我都已经快要死了，为什么要对我感情杀绝？再说，景阳女儿外宣我的心脏膜，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是个白痴。你别给我打感情牌，他怎么样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利益。时光，你要是下定不了决心，我可以帮你。看见了吧，姜慈一晚上被轮番灌酒喝到胃出血，也拿不到一个资源。为了让你死心，我也把话挑明了。当时雪藏姜慈的那个经纪公司背后的股东就是我。你时光，我只不过略施手段，就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你要是真的把我惹急了，我保证姜慈会生不如死。好，我跳。时光，你怎么来了？我再也不会弄丢你了。你公司所有违法乱纪的证据，我全都交给有关部门了。怎么会这样？姜慈，
我哪一点不如他？你为什么不能爱我呢？爱不是生意，也不是待价而沽，更不是利益交换。杨芊芊，你涉嫌偷税漏税，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姜思，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时光，我不会放过你的。等一下，等一下，请允许我跟我姐说几句话，谢谢。弟弟，救我！姐，放手吧。我知道你跟我一样，生在一个不被爱的家庭中，所以你才极力渴望被爱。但是，能拯救你自己的只有自己。那他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爱他，分手5年都忘不掉？时光被爱，是因为他懂得付出，先付出，先给予，才会被爱。姐，跟我走吧，我会陪着你的。是啊，姜慈，你为什么会过来找我？我们都已经分手5年了。那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失去了你，生不如死。时光，我们不要再彼此折磨了，趁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们好好相爱，好好生活，再也不分开了，好吗？全世界在你的身后，陪着你走，默默守候，用余生换你的未来。医生，说呢？放心吧，2个人的手术都很成功，病状彻底清除，很快就能康复出院了。谢谢。谢谢。太好了，我的宝贝儿们，你们真棒！彤彤，你终于看过去了。时光，你愿意和我一起共度余生吗？我没有你那么厉害，我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勇气和力量。阿慈，刚才躺在手术台上，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像你一样，我梦见自己弄丢你了，最后在无尽的孤独和遗憾中死去。即使现在被温暖包围，我仍然心有余悸。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生病的真相了，让我陪着你，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吗？或许梦里的一切曾真实发生过，命运垂怜我们，所以让我们重活一世。我愿意。这一切都还来得及，让我们好好生活，认真相爱。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